好了，各位聽友大家好，我们開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李燕同學的一個體會啊。他說感謝群裡的各位老師，說撿垃圾盡己心，說遛狗啊，撿垃圾兩不誤，日行一善，我能為你做點啥？就是帶着愛遛狗做家務。說修慈儉謙一日反省，這今兒普通的一件事啊，讓我再一次體會到了人性的善與惡，但他沒有說具體的事兒哈。说越來越覺得修心啊，就是這樣通過別人的惡，你要去修自己啊。我要時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良知，不被別人的惡給帶偏了，要讓我自己的善良和慈悲心啊光明起來。就感恩傳統文化讓我站穩了良知場，按住了習氣的肩膀，暫停幾秒鐘，讓自己良知場站穩當了，再做決定。說我堅定的相信啊，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這句話，任而東西南北風啊，我只是堅守自己的良知場，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為外面的很多東西我們是控制不了的，別人的言行，其他一些事情的发生，有時候是在你控制之外的，沒辦法。但唯獨你自己這顆心是那完全是受你控制的，就是你是不是能夠守得住自己這個良知場。說修怨造啊，無怨無造，快樂的一天。學習827課，在每一個鬆開我正確的執念裡，就功夫在哪兒？功夫就在你說大家都認為我是對，我是正確，但別人都是錯的嘛，是吧？所以我們之前就有一個心法，就我錯了，我錯，我不是正確的，我不要把自己圈在一個所謂我建造的一個正確的一個圈子裡，時間長了就成個牢笼，把自己困在裡面了。你看很多人就為了到哪兒就是我得都不会說自己有錯的，到哪兒就要顯摆自己，就等於自己建了一個牢籠，自己鑽進去。別人你說一點你不對，他就很難受了，他就会有時候甚至給你暴跳如雷。說想起來李老師有一節課的話呀，特別觸動我心，意思是兩個夫妻吵架，妻子堅持讓丈夫改正所謂的錯誤，就是按照他的心意去改變。就老師說你這麼偏是不行的，必須按照你這麼做，那你是偏的，就是按照你這麼偏，但是你認為這個不偏，你認為這就是對的，那有時候就是很麻煩的事情了。說我以前就是这麼偏執的，總打着為別人好的旗號，讓別人按照我的路去走。那我的路是什麼呢？是偏執路，就覺得我是，因為你覺得我是為別人好，可是你那個覺，或者說你那已經偏了。所謂那個覺已經不是真正的那個覺了，而是你自己想象的或者偏執給你的一些所謂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印記，然後用這個去衡量外面的一切，那就麻煩了。是總打着為別人的旗號啊，讓別人按照我的偏執路走。通過這裡的修心我現在已經不去管別人的閒事了，管好自己就行了。但我執還是有，不過現在一切都看開了，允許一切發生，允許別人有自己的意見，能做到鬆開我正確，跳出我執看整體，這樣的反而更加接近真相。這是的確是這樣的，就是你必須要跳開我正確什麼，就是我的立場，我固守着我的立場，去看問題，我跳開之後它就不一樣了。我們來講对鍛鍊拉氣20+60，然後復歸經兒15+15，舒力80+60，他舒力堅持的很好，有時候每天至少我看有60分鐘或者80分鐘這樣的舒力的過程。好了，我們現在繼續分享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內容。這個說的內容呢，其實和上次還是有聯繫。上次就講那個自己，說呼吸自己會呼吸，心跳自己會心跳，是把那個自己在身上展開。那你這個自己全身各處都有這個自己。我今天呢，把它再細緻或者是再深刻的跟大家分享這樣的內容真的大概就你用心放鬆的聽我在這放鬆的跟大家講，一邊聽的時候一邊去悟，一邊去感覺。就聽它本身不是說我听我就光記住一個東西就行，我一聽我去悟這個話，或者老師說的時候，我在說這個的時候呢，可能我有我的感受，你也去感受它，好吧？那麼這時候你听的過程，就你在听的過程，
你用心去聽的时候，你自己就在变化了。我这么说写了，就是过去曾经也講過，比方指甲蓋掉了，幹活砸掉了，它又長出個新的來，但你不知道它怎麼長出來的，對吧？你也沒有給它下指令，說你要長指甲，你怎麼樣，你也沒有給它畫個圖紙，說需要怎麼長成什麼樣，你也沒有說身體的各種營養到這兒來吧，讓它長吧，這個事兒你都沒有幹，但它自己就長出來了，而且不偏不倚，跟過去那個樣子一個樣。我相信如果有掉過指甲的這人都知道，你不是掉指甲，你有個傷口吧，它也是一樣，你也沒有說哎呀營養往這兒跑吧，長這傷口吧，那自己都會長了。也就是說我這頭腦這個我不知道的事兒，他自己知道，我做不到的事兒，那個自己呢他做到了，是吧？所以第一個我想分享的是什麼呢？那個比我更古老的自己，那個自己比我更古老。我们平常說話很少區分我和自己，但你仔細體會體會，它真的不是一回事兒。腸胃有自己的蠕動，它不需要你指揮呀，心跳都有自己的節奏，也不需要你計數。皮膚破了自己會愈合，也不需要你操心。每一個細胞它都有自己的新陳代謝，配合的是天衣無縫。而你甚至都不知道他們每一天在忙什麼。大家想，你身上無數的每天不都在忙嗎？在幹活嗎？在工作，你知道他們幹什麼呢？你幹啥也不知道。你吃進去吃飯，無論是什麼樣的美食，到肚子裡消化吸收啊，營養吸收進去了，廢物排出去了，變成污穢之物排出去了，整個過程你知道啥？你不知道。可身體哇，是如此完美的運行了這一切，而那個完美運作這一切的，不是頭腦那個我，你沒有，你啥也不懂。我是什麼呢？是後天形成的。你的名字，我不曾經說過，自我意識形成1、2歲開始會叫我了標誌自我意識形成了，你是一個標誌，還有別的了哈。就我是後天形成的，那個是名字呀、身份吶、經歷呀、想法呀、情緒啊等等等等吧，後天的。它就好像是一件件衣服一樣，出生以後穿上這一件，穿成這一件，越穿越覺得喲，這就是我自己。又學點這個，幹點這個懂這個懂那個，這是自己。其實那個不是自己的，是個我。而那個自己是什麼呢？是與生俱來的。就還在胎兒的時候他就在了，你還在受精卵的時候他就在，他不需要學習，也不需要練習，他天生的受精卵就知道如何分裂，如何生長，如何成型。大家想是不是這樣？所以我在這兒列了幾點哈，我是會老的，自己不會。你6歲的自己和60歲的自己是同一個自己，那個自己不增不減，不生不滅。我會生病，自己不會。身體病了，自己會調動一切資源去修復它，他從不放棄，不抱怨。另外一個，我會死，自己不會。這一點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這個身體消逝了，沒了，自己會以另一種方式繼續，他從未出生，也永不會消亡。說我死了，自己怎麼不會呢？你比方說這個人死了在這兒了，他那骨頭啊、肌肉啊，你放在埋在土裡，他自己怎麼樣？自己消解了，腐爛了。誰腐爛的？誰消？自己。那自己還在那兒，自己換了另外一種形式存在了。人活着的時候，自己是用這個身體活着的身體用這種形式呈現。人死了之後，他用另外一種形式繼續進行。好了，人死了之後，腐爛的各種東西營養，他自己又被小樹小草吸收了，吸收又長大，他還繼續那個自己。也可以說自己無形無相，
它就无處不在。你想一想吧，自己在哪儿呢？长啥樣呀？它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形狀，也没有大小，你看不見它，摸不到它，但它无處不在。手上它自己会怎么樣？皮膚自己，你全身各處它都在。你看不見它，摸不到它，但它在某一個地方，它就展現出這一部分功能。比方說，它在指甲上，指甲，它就是讓指甲生長的力量；它在腸胃裡，就是讓腸胃蠕動的力量；在心跳裡，在心跳延續的力量。它隨所在之處顯現出不同的功能，但本質都是一個，都是那個自己。那麼這麼一想，自己所展現的特性，不就是道的特性嗎？那老子说：“道之為物，為恍為惚。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說道無形無相，它就無處不在；道生萬物，它又不止於萬物。你這麼一想，這個自己就是道在人身上的顯現，我們把它叫做自己。一個受精卵就有自己，人還有自己。這個自己它不是外來的，也不是說你修來的，也不是某某人什麼有力量的人在賜予給你的，它是本自具足，與生俱來的。我們從受精卵到人，其實都是自己在運作。大概是我上次我們分享過这個锻鍊的，把時間往回倒回去。現在的身體是由一個受精卵發育而成，那個受精卵沒有大腦，它沒有神經，所以沒有我呀，是吧？那個我有大腦神經，它能完成這個呀？它沒有腦子呢，它更沒有我了。但受精卵它知道怎麼分裂，一变成2，变成4，4变成8，這麼分裂。它也知道哪些細胞變成心，哪些細胞變成骨頭，哪些細胞變成什麼什麼，變成什麼什麼，對吧？細胞慢慢又長出個人來，長出眼睛來了，長出心跳了，長出什麼什麼什麼，大概想什麼這樣？這不是我教的，我那時候還沒有呢。那誰運作的這一切？自己。當然我們也把自己，比方說叫本能，叫它個自己。你再往前呢，父精母卵也有它各自的自己，它們相遇結合也是自己在推動。再往前，那個精子卵子從哪兒來的呢？從父母那兒也是自己這麼的延續下來。呀，你這麼一想，自己啊，它不是從某個時刻才開始存在的，沒有你之前它就存在了。甚至往前找，它沒有一個生，什麼時候生？往後找，它没有一個什麼時候死，它一直都在你身上的時候表現出你的樣子。你100年之後沒了，它表現出另外的樣子。在你之前，那個自己也在那兒表現為，比方說受精卵、精子卵或本身父母等等等那種樣子。可以說，這個自己它貫穿了整個生命的鏈條。你想一想，這個真的，我相信會很有啟發的啊。它跨越了無數個世代，那個自己往前延伸，你父輩、祖輩，在祖先這一輩一輩自己從這自己下來的，那自己下來的，它跨越無數個時代。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不是被創造出來的，它就是創造本身。這個自己就是創造本身。這句話不也是來形容誰呀？形容道的嗎？你仔細琢磨琢磨，這個自己在我這個受精卵，它自己就在那兒，就有個自己。它裡面包含了全息所有的功能，只不過那個時候它還沒有表現出眼睛能看，自己能看的功能，沒表現出聽的功能，它表現出長身體的功能。
這是講那個佛性嘛，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目曰視。在胎曰身，在胎的時候他没表現出人的各种功能，在胎儿的时候展现为就是长养身体。人成了人之后呢，他表现这个自己或者这个佛性或者是这个道，表現出了各種各樣的功能，在眼睛上表現出眼睛的功能，在耳朵表現出耳朵功能。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哈？所以你這麼去一聯想，學儒、學佛、學道，哇，一下就連到一塊兒去了。這我們每個人都有個自己，那小貓有沒有？也有啊。刷草樹木有沒有？也有。什麼東西它都有個它自己。那這個自己從哪兒來的呢？我就想啊，大自然還有一個什麼大的自己，就不止人有自己。你看大自然，天體的運行，四季的更替，種子發芽，河流入海，這一切誰安排的呀？不是你在那指揮它這樣的呀，自己在運作的呀。沒有誰指揮，這是太陽轉，地球圍太陽轉，它自己就是這樣轉。沒有誰命令春天來了花要開，它自己就開，它自己開的。說這花不都是自己開的嗎？小草春天是自己長出來的嗎？誰命令的？沒誰命令。誰規定那個水就往低處流啊？它自己就這麼流的，它自己。太陽一蒸發，水汽上來了，它自己，都是那個自己。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大自然有一個大的自己，就把什麼自己這個全息性、全息的功能，全息的投射到每一個存在之中。一棵樹有它的影子，一棵樹有它樹自己啊，但那個自己也來自大自然那個自己。一顆石頭也有它的影子，石頭也有石頭自己。一個螞蟻，一粒沙子，一片樹葉，都有大自然那個自己的影子。每一個東西的自己都是來自大自然那個大的自己。你這麼一想，哎呦，萬物同根，萬物一體呀。一說到這個，別人說，哎呀，這老師講哲學了。有幾個同學都說過，老師你好像講哲學課一樣。有時候其實這不是哲學，它也不是宗教，也不是比喻。說寫文章寫個比喻成這樣，不是，這是事實。只不過有些事實還不能夠用現代科學怎麼讓方法去印證它。好多人就覺得這不是事實，你就講個哲學，講個宗教，其實不是，它是個事實。不能用現代科學的手段去證實它，但是呢，有一些人可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的實證去證實它。然而很多時候生命這個實證呢又拿不出來給別人看，所以人就覺得這個並不科學。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但是只要你親身去實踐的時候，你就發現它真是一種客觀事實的存在。只不過現代科學它還比較小，還容納不了這樣的一些東西。說萬物一體啊，萬物同根。從某種意義上，你把你呼出的那口氣，可能是一棵樹正在吸入的。它光合作用，它需要二氧化碳，是吧？那個樹呼出的氣，我們講的呼出它光合作用產生的氧氣，恰恰是被你吸入的。我甚至說，你身體裡面的碳原子，很可能曾經是恐龍的骨骼，或者是曾經是遠古的森林，或者是那恆星燃燒後的塵埃。就我們身上每個碳原子，它都有億萬億萬年的壽命，就是比如大爆炸就出來了，就是每一個原子，它都比我們這個人不知要古老多少。
只不過這麼多原則，這麼多東西組合成了一個新的你而已，表現出了用一個人的形式呈現出来，用一人的形式去展现宇宙那個自己的力量。所以你從來都不是一個孤島，你是那個大的自己的一個表達，一個節點，一個浪花。我們上次講那個節點，像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各地方有個站，我們是到的那個站，到的那個節點一樣。只不過這個節點是用我的人身體表現出來，這個到的節點。那邊那個桌椅板凳是用桌椅板凳表現出的到的節點，那個小貓是用貓的形態表現出的到的節點。根本處是一個。所以你講這個自己，有小的自己，有大的自己，每一個東西都有自己。而修心是幹什麼呢？學習傳統文化是幹什麼呢？就是要認出這個自己。但是我們一生都在忙着幹什麼呢？經營那個我的身份，我的成就，我的關係，我的生意，我的錢財，我的名聲，我的等等等等。我们就認為我好了，一切就都好了。但是我是善變的，是脆弱的，是有限的，它是需要不斷的被餵養的。那個我是需要被餵養的。有人說我怎麼需要被餵養呢？哎呀，你被認可，被讚美，甚至被占有。有的人每一天，比方在单位裡面你是個領導，你每一天都希望得到別人對你的尊重，你就餵養你的領導感。哪一天人家對你沒理你，你就怎麼不理我了？你那個領導欲餓了，人家沒給你吃的。大家想是不是這樣？你總希望別人對你尊重。你是一個老師，就需要學生老師長老師短，學生永遠聽你的，給你餵養。哪天那個學生提出和你不一樣的觀點了，或者怎麼樣了，有的老師就覺得不對了，他可能就不喜歡他了。但是有的老師不一樣了，那学生做得越好，那老師越高興。有的可能就不是這樣，他需要什麼？餵養。大家想是不是那個我是不是需要餵養？說沒有被餵養，得不到餵養，他就痛苦，就焦慮，就憤怒。他怎麼今天沒對我不禮貌呢？怎麼今天見了我沒打招呼呢？我是老闆啊，我是什麼什麼呀？他雖然沒說，心裡面他有這種感覺。但是不同的我，他需要吃的東西不一樣，對吧？需要餵養的東西不一樣。有的要求名要利，那有的就是要去做一件事情，比如發明創造要做一件事情。你看有一些很多，比方說我們現在前面比較火的张雪機車，他对別的他都不感興趣，他就要去造出最好的摩托車。所以這個我是善變的、脆弱有限，它需要不斷的被餵養。那有的餵養展現出來是美好的、真善美，那有的餵養展現出來可能就不是那種真善美的。但自己是不需要這些。為什麼？它本來就圓滿，本來就完整，本來就安寧。修心不是把我修得更好，而是什麼？認出那個一直被我遮蔽的自己。但是也可以說修這個我，修我什麼意思呢？讓它逐漸減少遮蔽，減少干擾，讓它平靜下來，消定下來。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啊？並不是讓我要怎麼更好，而是把它不去遮蔽那個真正的自己。也就像雲散去了，天空自然就顯現了。不是天空需要被創造，天空你需要創造，它一直在，你不需要創造，只是雲需要被看清。這什麼意思？雲一擋，光看到雲看不透了，看不出那個天空來了，那不是，對吧？
所以當你認出自己，大家注意，真的是你会发现什麼呀？你不再害怕衰老，因為什麼？自己不老，你也不再恐懼死亡，因為那個自己不死。這為什麼很多有修行的人這視死如歸呢？說你不再執着得失，因為自己本自具足。那下面一個很有意思啊，你不再與別人爭辯，因為你知道別人的自己與你的自己是同一個。真的是這樣，你真有大胸懷的時候，他行，讓他贏吧，让他贏，不用爭了。你对，你是对的。哎呀，我是錯了，你是对的，你对。他的自己和你自己是一個。我說清楚意思吗？但这個不太容易做到啊。不太容易，也不是说无体，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什麼呢？無原則的這種老好人，那不是那樣。你是真正發自內心的，不去爭那個什麼，口頭上什麼呀，爭那個輸贏，爭那個高，你不用去爭了，因為那個自己是一樣的。所以我就覺得，通過這種鍛鍊啊，你回到了自己，認識自己，你就回到了家裡了。從今天開始啊，大家就試着可以做這麼小小的練習啊，大家可以試啊。就當你很焦慮的時候，你就哎呀，這事怎麼樣？很焦慮的時候，你要問自己：是我在焦慮，還是我自己知道焦慮在發生？但往往人焦慮，他迷失，他連這個問題都不問，我一直在那焦慮着。但一有這種覺知，你是自己覺知到焦慮正在發生，你這麼一覺知就不一樣了。當你很疲憊的時候，很累很疲憊的時候，就問自己，是我需要硬撐，那個我需要硬撐，還是自己知道該休息了？大家知道這一點啊，我覺得很多人現在不單年輕人，包括很多年長的人，晚上有時候刷手機刷1、2點、2、3點的都有啊。真的，我有朋友你有时候白天10點多、11點多跟他聯繫的時候還在睡覺，甚至到下午1、2點還在睡覺。為什麼？頭天晚上玩手機玩到3、4點、4、5點，通宵。其實身體自己早就告訴了我得睡覺了。你說哪個人不知道吧？身體一定知道，而且一定表現出各種樣子來不舒服了，打哈欠了，臉睜不開，那自己要睡覺了。可是我呢，還真的硬撐着看這個看那個，看完之後啥也記不住，一點用都沒有，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上去了。大概說是不是這樣？就身體告訴這個身體，這個自己告訴這個身體該休息了，不然的快撐不住了。可是那個我呢，這貪圖我那個虛幻的東西，他不管這個身體。大家想是不是這樣？當你和人衝突的時候，你得問自己，是我要贏，誰要在那衝突？是那個我要去爭这個勝負，要贏啊。我自己知不知道我們本來是一體的，沒必要爭的。就當你把注意力從那個喋喋不休的我上移開，沉入那個安靜的一直在運作的恆常的無限的自己，你只要沉到那兒去，你就會發現在那兒沒有煩惱，沒有恐懼，也沒有分裂。
你在我上看到他，你覺得他很可惡，他為什麼跟我爭很可惡？你到那一看，哎呀，可能我覺得他很可憐。你看到他情緒背後的那些東西了，沒有煩惱，沒有恐懼，沒有分裂，只有一片深深的安寧和一份與萬物同在的踏實，那就是你的家。你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只是忘了回去的路，就有一层霧擋着你了。你在家裡面，你不知道往哪兒去進家門。不過現在你想起来了，每個人哇，刺激。好，现在大家闭着眼睛，安静。手上，你可以这麼去想啊，这麼去感覺，手上有血液在循環，每一個細胞在進行新陳代謝。哦，就是手上有個自己，那手上就一個自己嘛，這個自己不是幾個，你到處都是，每一個細胞都是自己在運作。那是一個古老的存在，智慧的存在。胳膊上也是。整個身體，腿上也是。你這麼去悟啊，這麼去思考，這麼去悟，你發現哎呦，自己無處不在。生命中的一切，它都不是我運作，是自己。我退得遠遠的。整個天地虛空有個大的自己。
坐在天地虛空之中。心臟、肺臟、五臟六腑都是自己運作的。呼吸是自己運作的。那個我不要參與其中。他自己知道是不是該深細遠長。我这鬆開了，那個精氣神就成了自己的精氣神。不再張揚，不再分散，而沉靜合一了。
吸自己運作，那個自己又遍布全身，所以一呼一吸啊，自然就是全身的事兒。
睛。呼吸，自己进行。自己进行呼吸，那个自己就不单纯是在肺这兒，在鼻孔這兒，而是在全身。注意全身的那個自己，就好像感覺身體自己呀，真的是會呼吸一樣。呼吸是自己的本能，它可以表現在肺裡，在鼻孔這兒，也可以表現在全身，皮膚、毛鞘、腠理，以至於內臟。恬淡虛無，精神內守。只有自己，沒有我。全神貫注，關注於呼吸的自己，自己的呼吸。
任由身體體內自己變化，氣血自己運行。相信自己，看似就是一個人，小小的人背後，人裡面有一個偉大的自己。所以誰都不要小看了自己，这個自己有无窮的智慧。不是你想象着身體裡該怎麼去變化，而是你讓開，把內在交給自己。现在大家可以站起來，做豎立。有的同學坐在這兒，感覺狀態很好，你就繼續做。心息相依。
悟啊，去感悟那個自己，認識那個自己，覺知自己，那個自己表現在人心上，所謂那個良心，表現在生命運動之中，那個良能、良知、良能，表現在最基本的生命活動，就是那个本能。全神貫注，心繫相印，自己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休息的時間。大家自己照顧好自己。